好吧？罗大佑昨天到底怎么讲的？我们看看这个访问。像最近在弄那个什么那个大罢免，我就觉得那个怪了啦，太怪了。我没有叫你谈政治，我还很担心呢。我说这个不是政治，这个不是政治，这个叫赖罢免，这个赖皮罢免，这个不对的，这个要大破功才行。还有刚刚大家一直谈到主权的，民进党现在去讲的就是他们是护主权，我就不解哈。马英九执政8年，他台湾丢了什么主权？你们举一点，他丢了什么主权？马英九丢了什么主权吗？那你现在民进党，你告诉我，你现在比马英九的时候，你又多了什么主权？主权不是一个空的，你这种东西到底是怎样？马英九的时候100多个国家免签，我们台湾人拿了中华民国护照出去，很光荣，很好，省很多事啊。那民进党多了几个？断交了那么多国家，对不对？然后免签也没多几个国家。那民进党到底，你告诉我，他主权争了什么东西嘛？护了什么东西嘛？就你总是有一个科学的一个讲法，不是只是讲啊，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马英九好吧，马英九到底丢了我们什么主权？哪一个地方是丧权辱国丢掉了？为了这个原来钓鱼台还不准我们渔船去，日本到时候当时还为了马英九开放了，让我们的渔船能够到那个附近去捕鱼，这是把主权丢了吗？到底什么东西主权丢了？马英在的时候，老共飞机至少还没有过中线，现在都过来了，那到底马英九说丢了什么主权？真的哦，真的莫名其妙的，而且很多人还是相信哈，好吧？路透社说，台湾的大罢免鼓动社会的恐惧感哈，就造成社会的对立了哦。他们现在固然在那边乱扯什么是爱，当然是恨嘛，罢免当然是恨嘛，怎么是爱呢？对不对？罢免是鼓动仇恨。我问你，台湾现在社会比以前分裂还是不分裂？国家比以前团结还是不团结？谁造成的？赖清德造成的嘛。你当个总统，你应该让大家，就算原来大家有不同意见，应该合在一起嘛。你讲个什么鬼话？什么台湾有中华民国派要反共，什么爱台派要护台，怎样？都是中华民国派，什么这个派那个派，而且到时候老共真的打来，中华民国派不护台吗？不护吗？大家都要护台啊！你这边分裂，你把它分成2半，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奇怪，就是你到底想些什么东西哦？那整个现在真的很对立哦，在路上我看到这很多人就对那个宣传车哦，就这个面露凶光，好像很恨这些立委，恨得想把他杀掉，想把他吞了，这样有那么恨吗？为什么？就是因为民进党他这种洗脑洗的哈，所以他觉得恨得要死哈。需要搞成这样子吗？台湾社会需要搞成这样子吗？台湾大部分人还是希望安定嘛，不希望搞得这么对立嘛，好吧？所以路透社说呢，罢免如果民进党成功，会改变立法院的权力版图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拼了，请了3天假，辅选子弟兵啊。那现在呢，这个黄建豪、罗廷伟、廖伟翔啊，台中因为合并以后，市区这3个。廖伟翔、黄建豪、罗廷伟，那县区有另外3个啊。那但是呢，那个都还没有，不在这一次，那在823啊，我们就不谈了。这一次726先解决再说啊。那另外呢，廖伟翔跟卢秀燕陪廖伟翔去扫街啊，所以呢合比一个大爱心哈。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跟黄国昌也合拍反罢免的片子，说726要教训民进党，台中会再赢一次哈。就是曾经去年1月3号投过票给这几个3个委员的，那么这一次呢，应该再投一次票给他们哈，因为才1年多嘛。我跟你讲，就算你是民进党支持者啦，反正政党嘛，你支持谁，这个各喜各爱。但你真的觉得说1年就罢免这个合理吗？你就觉得合理吗？而且是31个无差别的罢免，扣掉国民党的3个原住民。扣掉苗栗的2个，新竹的1个，其他全部都在这个罢免名单里面。你说这是民主吗？谁能跟我讲这是民主？路透记者，你告诉我这是民主吗？好吧，这个卢秀燕是祸开了哈。那韩国瑜也到台中要抢救黄建豪哈。那江启臣也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看一下。一鞠躬，谢谢。率市府团队鞠躬道别县市首长被罢免。2020年时任高雄市长韩国瑜是史上第1位。台湾政治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像韩国瑜身上所发生的。
政治生涯暴起暴落后，经4年沉潜，2024年韩国瑜绕了一圈入主立院，现在换成他所属的国民党有24位立委遭遇大罢免。7月26号将跟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一起投票，接着8月23号公投日确定还有2名加上5名补件审查中的国民党立委罢免案，可能要进行2+5的投票，规模之大是国内政治史上头一遭。在26号罢免前夕，双方都积极催出投票率，到时若有罢免案通过，中选会7天内就会公告结果，被罢免的职务也会在当天解除。而在被罢免的人卸下职务之后，谁能够进入国会？选罢法明定3个月内必须进行补选，也就是说10月底前的每个周末都有可能是中选会所设定的补选日期。如此一来，被罢免的立委还有哪里可以去？选罢法虽没禁止竞选其他选区，但4年内不得在同一选区竞选同一职务。基层能量若重新归零，可说是种政治上的无期徒刑。没有理由全部屠杀，这不是民主政治，这是政治斗争。作为曾经被罢免那个，感受自然深刻，但如今大罢免已非针对个人，要强化内部整合或维持制衡，选民做选择。曾宇，其实大家可以看这次的大罢免的状态，你们有发现他们所有的在辩论会上面都只告诉你一个反共。那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回顾过去1年反共。共谍到底在哪里？在民进党的党部，在总统府，在国安会，在外交部高官身边的秘书。所以各位，你真的要反共的，不就是这些拿着鸡毛当令箭骗着你们的这些人吗？这些人不就是你们真正要反的人吗？怎么现在反过来，你反而是要去反这些真正守护监督治权的这一些民意代表呢？所以我们还是要说，今天倒数3天了，成败真的是一个关键。我在这边还是要呼吁国民党的朋友，温良恭俭，不要再冷淡，也不要再让了，你们得出来。因为这一次，坦白讲，民众党没有任何一个委员被罢免，但是我们没有让你们孤单。但是如果今天国民党的朋友连你们自己都不站出来的话，这一场就可能会这样子。让民进党就这样拿去了，大家真的能接受吗？我们真的要反共的是反谁？真正监督制衡、守护我们人民纳税钱的，不就是我们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这些委员吗？这些委员过了多少法案？是过去民进党不做的事情，现在反而是在野党联合起来协助做过去。大家知道吗？游锡堃的助理。过去6年来，他也是共谍案其中之一。过去6年来，在民进党全面执政状态之下，这些共谍把所有全面执政的状态东西全部通通给共产党。请问一下，反共的朋友，这不才是你该反的吗？你真的希望国会持续又变回一党独大吗？台湾要持续这样分裂下去吗？这不是爱，这是撕裂，这是台湾人面对到最大的危机。所以要拜托各位国民党的朋友。民众党没有让你们孤单，请你们一定要站出来，你们必须得投出你们当初支持的那些人。所以我想7月26风雨无阻，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我觉得曾宇讲得很好哈，如果民众党都这样哈，两肋插刀哈，黄国昌到处宣讲声嘶力竭，那你蓝营的支持者你还不出来哈，你怎么好意思呢？哦，让民进党这样独霸哈，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我记得当时马英九只不过是小草的删了公教年终慰问金的一点点钱，就不来就不来了。所以那陈水扁8年都没有上我们，你马英九上我们不投票，好了，民进党大赢了，通通给你砍掉，什么年终慰问全部砍掉，到你就知道厉害了。来，这个马委。刚刚提到，其实共谍都出在民进党执政的这些不管外交部啦、国安会啦，还有总统府等等，还有在民进党的都是高级干部。那像出这么多的共谍，而且还有像赚红钱的部分，其实都是在民进党内部。可是他们其实。它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就是民进党可以厚着脸皮，然后去为自己辩护，然后死不承认。就像这一次经济部长他可以说，他的救灾是100分一样的意思。当他错的时候，反正就把错甩给别人，然后就让大家
如果自己不去相信说，自己有犯错，然后讲1次、2次、3次、10次，他就认为自己真的做得非常好，然后又反而去说服别人，用谎言不断的去说服。可是像我们这一次出去，其实我们在对很多的选民面对民众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真诚的告诉他们，这一次。国会议员这些立法委员都是大家一票选出来的，真的非常难得，而且高达1半以上的民意。可是他们现在只因为选输，然后就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然后要把它推翻，你有被颠倒。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失去这一次的这一次大家没有好好的守护大家选出来的这些立法委员，以后台湾就没有真的选举了。继续再回来。好，台中卢俊彦请假3天反罢免啊。那蒋万安也被问了，说你是不是比照卢俊彦呢？蒋万安说，我全力配合立委，照规定请假，该请假就请假啊。现在可能有台风，1个台风，2个台风，所以呢蓝绿都担忧不利选情，彼此都希望投票率能够提高了哈。那另外呢，蒋万安说风雨无阻要去投不同意罢免哈。那中选会说，如果到时候地方决定那天停班停课停班了，那就不办了。那一区不是全部，是看地区来决定啊。那另外呢，今天民进党一个党团呢，是要他们在路口要罢免王鸿薇，王世坚缺席了奇怪，王世坚为什么缺席所以呢，那民进党委员被问就说我们尊重委员的出席意愿了。不过王世坚说我早上立法院有会议啊，立法院会议重要还是这个重要？晚上会去宣讲所以早上没去那另外呢，岳元之被认为说，岳元之如果守住了24个，这是24个国民党立委就守住，还有7个是823嘛所以呢，韩国瑜说岳元之背黑锅，这是背黑锅的最大的一表人才立委好像我意思。岳元之其实口才脑筋就师大的博士台师大的博士教育博士那另外呢，岳元之感谢小草在路口支持他说呢一直被绿营的造谣抹黑那另外呢，岳元之现在采取苦行僧式的拜票网络说直播在线人数破3000人，他有时候4、5千了，直播看他的人蛮多的他们告诉我说，岳元之原来直播人不多几十个几百个，他被人家吐口水以后，突然暴增到5000个大家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吐人口水突然就爆，从此就都维持几千个人在线看他那所以呢，如果岳元之能够守住，其他的23个国民党委员应该都能过关那另外呢，我觉得绿营真的很坏，大家就各自宣传嘛，不要说又给王鸿薇穿了一个什么解放军，反正公车广告这是很差这很下三滥的手段，怎么都使用得出来呢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说宣传车出来说，你如果支持这个立委就投同意票，这个很烂嘛，这不是欺骗，是诈欺对不对？你们现在很讨厌那个诈欺犯，这不就是诈欺吗？因为从理论上我们的用语来讲，你支持就同意他嘛，我支持柯志恩，所以我同意柯志恩。那问题是你支持他是不同意罢免嘛？对。但是呢，他们就把这个宣传车混淆，故意混淆。那这个呢，就搞个2奖还说贯彻三民主义，守护中华民国，所以要同意罢免很多人觉得老蒋都同意罢免，小蒋同意罢免，这就很恶劣嘛我觉得这实在是恶劣那另外呢，罗志祥就是726反恶霸是决定台湾走向黑暗还是走向光明走向撕裂还是走向团结？我们先看一下2奖这事情。不同意罢免，谢谢大家。在当母鸡，台北上蒋万安催票更卖力，在最后投票倒数3天，站在路口来向所有的选民恳托，希望7月26号
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投下不同意罢免。不止立委，还有党籍议员，大合体场面就在王宏威和徐巧芯选区交界。尤其王宏威这里对蒋万而言，更有不能输的压力。我们在场有非常多松山区的里长特别挺身而出，有人却恶意中伤，说他们是因为不支持反罢免，所以选择出国。在这里，我要特别为他们澄清，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国民党大咖接力相挺，最后对决关键就在投票率。但同一天一早，在中山区蓝绿只距离几个路口各自催票，民进党立委组队。本来名单中中山也有在地立委王世坚，但最后本人没现身，王世坚看板还被放到角落边。会再跟每一个委员都保持联络，因为今天不是最后一场，那我们明天还有联席会议，而且强制动员。那所以，我当然是先在立法院这边比较要紧。全台北市不管哪一个选区，全部出来投不同意罢免。讲到口水都干，不容一丝松懈。来，嘉宇。我觉得当然罢免到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论述跟说法，但是这一场罢免真的不是蓝绿对决。最近这个礼拜其实百工百业都站出来，大家有看到很多的社会企业人士包括之前的徐崇仁，包括和硕董事长童子贤，包括很多音乐家李树全包括这些艺术家，甚至导演，包括王小弟等等，其实大家都站出来，甚至今天还有这个台大资工系最年轻的教授陈运农，他也站出来，所以这个运动。它是一场大家为了台湾，为了现在如何能够守护台湾的一场运动。所以当然国民党希望把它诉诸成蓝绿对决，可是确实有一群人包括这些文化人、艺术界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看到台湾现在的危机，也希望国民党过去这1年多来的所作所为能够好好的反省检讨。所以如果说国民党没有正视到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多的企业家都觉得台湾现在很危险，而只是把它认为说只是一个宣传反共或者是蓝绿的问题而已，那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台湾还会继续吵吵闹闹下去。如果国民党能够放弃这些像是说台湾是一个城市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当然会引起大家的疑虑，觉得说为什么国民党的立委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这样子的这个论述确实对国民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些亲中的标签撕掉，真的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这个才能够让台湾人重新信任国民党，台湾才能够真正的团结。杨克正，我觉得焦裕当然是很想帮绿营来说一些话，可是他讲的东西实在很站不住脚啊。国民党到底过去1年到底在立法院做了哪一些的事情？所有的直播都可以看得出来，每一次不管是预算，不管是财划法等等的部分，科技民主那边从盘古开天开始说起，就讲2-3个小时，他就不让你进入实质的讨论，然后你今天就不是认识的讨论，就是要诉诸我们都不愿意来跟他们好好的去沟通，他就想制造这样当做熊美不嘛，所以这个直播都看得出来，然后今天把它当作是一个来反国民党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理由，我觉得这些理由完全站不住脚，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一次的726的大罢免就是对赖清德的这个期中考，就是他的期中考。过去1年以来，你细数，如果你认为蓝白没有做任何事情的话，那我请问赖清德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有这么多的挑战需要去面对，从刚刚第1节到现在，我们所讨论的我们的关税的问题，对于我们百工百业所造成的影响，对劳工造成的影响，你有提出任何的解方，有提出任何的一个透明式的讯息吗？都没有。过去1年来，就是整个立法院闹哄哄的。你不要告诉我这是蓝营，它是因为国会多数做的所多少毁宪乱政。不好意思，很多的状况你就一当初你们所讲的每一个理由，现在都不成立，包括你的预算，包括你的这个所谓财阀法，你都是不成立。反正你只要不愿意，你就翻桌，然后诉诸于宪法法庭，然后就告诉你我要释宪。真正要做事的东西，我们找不到任何的一点，所以我只能说，这1年来，我要请大家真的看清楚，真的看清楚，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你可以跟在野党好好来做沟通，你不要跟我喊团结，你现在妥协。妥协才目前为止真的是才能够让你去做一个谦卑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说这是赖清德的期中考。那至于秀燕跟蒋万安，我说实在的，我们蓝营的委员，我真的天门抱不屈，他们是一个人50，以前选举你还知道对手在哪里，彼此可以互相来互动，现在他就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被你这样丢石头，被你这样吐口水，然后他能做什么事情？他能够好好的守住那个位置，这叫做民主吗？我真的觉得目前为止，每天就拿一个反共的这个很多很虚的东西出来，你有讲过一个具体的东西，然后只会告诉我们是
就讲来讲去就那么几项是验证，没有一个是可以科学数据拿出来做反证的，所以我只能说726真的恳请大家风雨无阻一定要站出来，这是对赖清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期中考。如果这次大罢免真的是大失败的话，你才能够让这些人彻底的反省，然后让国会让台湾恢复到正轨。很明显。民进党透过仇恨来动员，所以用反共来包装他们要大罢免，就是要修理、要歼灭在野党的一个政治企图啊。所以刚高嘉瑜委员讲说什么亲中卖台是现在台湾最大的一个危机，不对，台湾目前最大的危机是逐渐走向民主倒退，走向一言堂啊。国会要不能容忍其他在野党监督你的力量、监督你的声音，连民党内部自己也走向一言堂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高嘉瑜委员以前在立法院担任立委的时候，他敢跑票。表决美猪美牛的时候，表决一例一休的时候，表决国有计划法的时候，民进党不止高嘉瑜委员呐，还有包括林淑芬呐，还有刘建国，他们敢跑票。民生法案只要不涉及政党对决的，不要涉及政治的，敢跑票。现在呢，包括儿虐加重其刑的相关民生的，包括那个要加薪的、普发现金的，这个都是老讲都很民生的法案呢，民进党都不敢跑票，怕赖清德怕得要死，那不是民进党走向一言堂吗？担心什么？当党内一言堂的时候，包括修理在野党的时候，代表是不是民党整个走向威权、走向独裁的一个开始？这是令人比较担心的地方啊。所以是这样子的。那我讲，你看民进党他要歼灭修理在野党，他不是让你岁月静好哦，你点不台几就不要沾染政治就没有事情一样啊。像卢秀燕卢秀燕搭个高铁，只是站在他的站在一个车厢的旁边而已。昨天包括绿营争论节目修了一整天。还有包括他请假3天辅选，包括你过去赖清德、蔡英文没有请假过辅选过吗？还包括修理卢秀燕修理成什么样子？还有包括黄捷讲说终于要有贴近基层民意了，开始过去1年多来都不愿意听民意啊，你卢秀燕就开始在修理这样，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最后这场大罢免就是绿营仇恨动员，根本不是爱的动员啊！那只是我要提醒啊，确实刚刚曾宇讲得很对，蓝军如何催票出来？昨天也有我的选民来讲说，他正在看那个选举公报，在看答辩书，他还想说，你们国民党立委答辩书怎么写的那么少？拜托，专门罢免的理由说让你亲共卖台，这怎么答辩啊？所以他完全用意识形态的。还有第二个是这样子啦，我有的选民啊。他是真的反罢免，他拿到他的那个罢免通知说我反对罢免，然后他就把罢免通知书丢到垃圾桶里面。我说不行，你要出来投票啊，出来投票才能表达你的立场。你不是说你反对罢免就把投票通知书丢掉，不出来投票，那就完蛋了。还有包括前环保署长魏国燕也提到啊，说他的妈妈不晓得怎么去投票，他反对罢免了，他认为说不投票就可以了。所以这场选举，我觉得最后关键还是在投票率啦。好吧，叶元之到底怎么被罢免？我们看看霸凌，我们看。大罢免开始啊，这个人变得又黑又瘦又老，脑袋又秃啊！一刹那间几个月苍老了很多。站在我们叶元之旁边啊，真的是一个帅哥啊，一个丑的老男人。不过还好，我再怎么样丑，应该还比我们柯建铭帅一点。说自己为了反罢免黑了好几届立法院的韩国瑜铁人行程第5站来帮叶元之站台。这叶元之是背黑锅最大的委员，都老是上电视，不务正业。叶元之出席委员会跟院会也是全勤啊，那上电视不是你想上就能上的。韩国瑜帮叶元之一一辟谣，只是先前的冠老板争议，在前方性助理遗孀再度检举后，7月劳动局再进行劳检，发现办公室未依法给付加班费、给特休假，再因违反劳基法，才罚4万元。劳动局会来说明，也有去劳检处去说明过，我们并不会无缘无故不给加班费，因为那个加班费它是公费助，要克扣他的假有的真的就是认定的问题。大罢免倒数，在先前扫街被霸团包围后，叶元之晚间在助理跟蓝营青年陪伴下，继续夜间扫街拼最后一波。好，那你怎么看叶元之？我觉得元之我又有个很凑巧的，我因为有一天那个录影啊，经过的时候呢，元之刚好从那边下来然后呢，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松山，就是擎天宫附近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的民众呢，其实还蛮激烈的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就是黄鸿威的有一部分的选区就在这里。鸿威呢也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跟霸团之间有起过这个争执嘛可是
可是原之这样走过去之后，好多从他旁边经过的民众是主动的哦，就跟他讲说加油加油哈。所以我觉得赵先刚才提到，他自从在那边直播，然后被民众这样子呛瞎哈吐口水之后呢，反而越多人注意到，就是叶元之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处境，对他来讲是不是公平的哈？所以我觉得希望能够这样子的，大家能够冷静啊，在最后的投票的之前的时候，冷静的想一想，今天呢，当这些霸团指控，不管是王宏威，我觉得宏威真的是太冤枉了哈。指控这个王宏威什么中共同路人，然后在地协力者，牺牲这个什么台湾的主权，然后是被傅崐萁呢带着到北京去听王沪宁的指示，请大家拿出一点点的具体证据出来哈。今天呢，如果没有王宏威，他在这个县市长选战的时候呢，去揭发这个林智坚的学历的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王宏威，在这些年来，他揭发了这么多的弊案，国民党有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执政的一个成果吗？怎么可能说是因为呢？民进党呢，他就是因为不服气，他在这个立委的选举里面呢，他竟然是可以成为国会少数，所以在这个1年之后呢，就发动一个真的是超乎所有民主国家的这种想象的。采取这种大罢免，要把这种国会多数改变，这才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所以我觉得蓝营的支持者啊，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不要再冷漠了哈。还有特别有一些浅蓝的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是本来是比较属于一种中间选民的这样子的这个民众。如果说今天真的让民进党的大罢免这种国会改变国会的大罢免成功的话呢，台湾的这个民主选举等于就是被他们玩完了。以前民进党只有在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去玩这个操弄这种台湾主权的意识啊或什么，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在立委选举的时候也玩这一套。开什么玩笑啊！立委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立委是这种合议制，他有什么样的主权可以去？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可以让渡我们的主权啊？不，另外就是说他是惯老板哦，这点我也很奇怪。我看那个理由啦，说是什么下班发 line 了，给他指示了，所以没有发加班费了，哦，而且是谁去查是台北市的劳动局，台北市劳动局，我就我以为是民进党的政府呢，哦，而且在这个时候。哦，就在这个这个投票之前，我这样讲了哈，台北市劳动局，你去查他们在台北市议员，你们去查市议员，看哪一个没有在下班或假日时候发 line 给他的助理，有一个，你只要能找出一个，我就服你，除非这个议员什么都不做，哪一个立委议员不跟立委的助理？议员的助理跟一般的员工怎么会一样嘛？他随时都要激动，一看到一个新闻骂他，马上要说啊，这该怎么？你要说那是立委的工作，议员的工作，机动性非常强的。现在跟以前不同，以前说没关系，我慢慢来，明天报纸登就好。现在随时网络上都立刻要反应嘛，这叫什么？这叫惯老板。哦，那而且呢，真的发加班费也不是立委发，是立法院发嘛？他省这个钱干什么？但是也不能什么都一次去申请加班费啊，而且抓到了。我那天看的理由说，因为他这个下班时候这个发个 line 给助理，所以呢这个没有给加班费。你用其他理由我没有意见，那这个理由不太瞎了吗？你全面去普查一下，看谁能够不受罚，看谁能够这个没有违反规定。需要再回来。好，蛋价说被冻涨了，蛋农说要大罢免了，价钱不能，蛋价不能涨了。说因为现在好像蛋，因为蛋这个农业产品就是随着市场供需会有起伏的，是没有办法。农业经济，我学过工业经济，我也学过农业经济。哦，农业经济的周期就是比较短。哦，哇，这个价钱高，哇，大家去养去种。然后多了又价钱掉下来，大家都不种了，不养了，价钱又上去。它周期比较，工业产品也有周期，但是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农业产品周期是比较短的。好，那所以呢，之前曾经蛋价大涨，没蛋嘛，大家不记得嘛，进口了一堆蛋，后来还坏了一大堆，后来的蛋就跌，他就养鸡啊，哦，种鸡啊跌了，现在大概又涨了，所以他们说应该有3块的涨价的空间，一个蛋呢涨3块的空间，但是现在说。
不可以涨哦，因为在大罢免冻涨。那农业部说我不可能干预，怎么不可能？也不是没干预过哦，这次有没有干预我们不知道，但是蛋农觉得有嘛哦。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呢，踹了蛋哦，这个蛋变成这个蛋哦，说呢，因为大罢免，所以怀疑说冻涨蛋价。农业部说我不可能干预哈，蛋商工会也否认哦，但是鸡农呢、蛋农呢很生气哦。那农业部长说价格是市场机制来决定的哈。那另外呢，这个1万块特别条例普发1万块了，要不要提复议？要不要释宪？行政院很绝了，他也不敢跟你否决啊，因为这个时候大罢免到了，1万块说不重要吧？对，赖清德说买个菜就那个福伦社员买个菜就还是狮子会说花掉了哦，然后呢，这个行政院长哦说呢，卓荣泰说呢，要不然就买遥控飞机啊，要不然买冰箱啊，这讲话这引起很多的民怨了，这叫何不食肉糜啊？所以他现在不敢讲说我不给，也不是我给啊，干嘛呢？看726大罢免的结果。如果大罢免赖罢免成功了，民进党占多数了，那一个就把你废掉，一个就再加码，1万块是我给的，不是蓝白给的。蓝白为什么人情给你做啊？我要做啊，我不会做，让你做啊。那所以呢，现在就拖在这边拖，问行政院，行政院就说：哎呀，依宪法规范采取下一步。那讲些什么话？那你要采取什么下一步呢？依宪法规范也可以不采取行动啊。那人家可不采取啊，所以到底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我也是被涨价啊，就是涨了这个钱啊。南部的啊，饲料啊，所有价格都有涨。台风过后，这周蛋价和上周一样，产地价每台斤28.5块，批发价38块。蛋商工会连2周冻涨，换鸡农冻尾条。洪灾的那个损失受影响，单量减少。蛋商工会从过年到现在都把那个价格报得偏低，认为这周没有不涨的理由。鸡农粗估这次台风有22万只鸡死亡，设备损失2.8亿。现在每台斤批发价亏3块，每天12万箱，等同损失上百万。质疑难道是这周726大罢免，政府刻意冻涨蛋价？大概连续涨了6块量，整个蛋价是由市场机制来决定的，政府不可能也做不到，就是能够随意的让任何的一个物价停止上涨。是一个礼拜涨涨是前一个礼拜不应该给它跌下来，所以才造成1周里面涨2次。农业部澄清，蛋价和罢免无关，但对726投票产生最大冲击的，或许还是未公布的台美关税。来，马委员。在自己熟悉的行业，会最清楚他自己发生的状况。这些蛋农因为发生这么大的这个就是台风的影响，那他是不是会受到多少损害，蛋量会有多少，他们最清楚。所以到底有没有去压制这个蛋价？我想他们说出来，一定就是有这样的结果。因为现在有些政府讲的话，大家已经不相信了。那过去其实也发生过这样的状况，那时候为了压制这个蛋价，所以很多人因为饲料也涨。各个成本都涨，所以他们只好把蛋鸡全部都宰杀掉。结果当需要的时候不够的时候，要去养的时候来不及了，所以才会进口这么多。这个已经发生过一次的错误。那现在农业部可能为了考量这个大罢免，又有一些动作出来。不过另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因素，我觉得可能因为在罢免这个阶段，他们对蛋特别敏感。因为如果说这个又涨价，大家又开始会去一直追溯之前这个采购外国蛋的这个弊案，大概又会拿出来讨论。不过我想现在还是要面对了。另外还有就是1万块的这个部分，其实所有的民众，我觉得卓荣泰院长他其实不需要天人交战，他只要问问人民就知道了，大家需要的是什么？这不是我们编预算去给，你给军火商，你给外国，你给美国，你都可以编出6兆6千亿。那在你征税已经超收的情况之下，退给大家1万块，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去审慎的评估，而且不要什么就是红利都要自己得。他的天人交战，我替他解释了，人就是一般的人民，老百姓希望1万块。
天是赖清德，他的老板说这个不可以，你这是给什么东西呢？哦，怎么可以给1万块呢？所以天人在这里交战。那否则什么叫天人交战呢？听听人民的声音就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呢？也不是没钱。对不对？而且这个钱也不是拿去白花，你们以前都讲可以促进经济活动啊，是善的循环啊，哦，大家购买力强啊，整个经济会好，你税收会更多，对不对？你天人交战什么东西呢？来，嘉宇。我觉得这次当然这个蛋商工会跟这个养鸡协会针对蛋价的问题，长期来确实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那刚好又因为台风，所以有一些养鸡场可能也受到影响，那蛋的产量也受到了影响，所以蛋价才会上涨。那现在当然随着这个台风可能也过了一段时间，所以蛋价也慢慢恢复平稳。当然，我觉得这个除了市场机制之外，农业部有之前的经验，还是应该尽力的去维持这个蛋价的平稳哦，这个才是民生所期待的事情。那至于普发现金，一直以来对政府来讲，如果说在经济各方面情况允许的话，当然政府希望能够让大家都能够雨露均沾这个经济成长的果实。只是说对于普发到底要普发多少钱，或是普发的方式，或者是考量现在政府财政的困难，我想方方面面都有很多必须要去考虑的细节，而不是只是发1万块这么简单。像这个韩国、新加坡都是发消费券，那日本要发2万日币也都还在研议，所以我觉得给行政院一些时间，在天人交战的时候，一定会去考虑各方面，让大家都能够满意，这个才是政府该有的作为。我觉得高教已经给行政院一个指示，一个明灯，就是到时候行政院不敢不发，但是改消费券，休息一下再回来，或者3倍券、5券、8倍券。好，那么曾宇对蛋有话要讲，来。其实我想要就是要补充一下，谢谢少刚给我机会。大家还记不记得现在为什么蛋价跟鸡蛋工会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冲突？大家不要忘记啊，当初的超丝鸡蛋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名目啊，当初的5.2亿的弊案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啊，所以蛋农对于整个行政院它的规划是没有信心的。你知道这一次的丹纳斯的台风，你知道造成了我们台湾的鸡农到底受了什么损伤吗？44.5万只的鸡只受损，总共是3196万。那你知道吗？损失更惨重的是它的那个禽舍的损毁。这一次真的就是云嘉南真的严重的损害，基本上损失高达了28066万。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不是你努力100分就有用的，而是说你到底去做了哪一些配套？那你只是因为现在大罢免，所以你不能去涨价。那但是你给这些蛋农，他的后辈呢？他的 background 是什么呢？你要给他一个支持啊！如果没有的话，难道说又要蛋农现在没有办法产出相关的鸡蛋，你又要再来一个超市2.0吗？国人的纳税钱不是让你这样挥霍的所以我还是要说。光努力没有用，而是你要有实质作为，让国人知道你真的有在乎这一些蛋农。对了，我们现在只知道菜啊、水果啊，没想到，对啊，就鸡蛋，因为人房子都倒了，鸡舍一定也损伤嘛，而且淹水啊等等，很多鸡就都会死掉了哈，所以鸡死了，蛋就没有了哈。好吧，另外呢，这个最近这个教育问题一直蛮大的哈，前一阵子那个孙台英是吧？周台英，那么闹那个什么抽血啊等等哈，所以呢，昨天好像被台师大取消这个教练资格吧哈。那叶秉成这个教育部的次长了哈。那因为有女生说她泄露个案的这个所以去调查她，结果呢，这个公布也延期了哈，所以当事人就说崩溃了，说这是民进党的铁拳要来击垮他。我们看一下。教育部政务次长叶秉成今年4月在社群媒体发文截图涉及揭露性平事件当事人个资，当事人曾要求删文，但叶秉成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应，直到7名立委发难，谴责教育部严重失职，要求依法将叶秉成送交性平会调查，叶秉成才愿意删除争议贴文。而教育部也在5月26号表示叶秉成请假接受调查，不过当事人7月22号在社群平台表示拨了3通电话给教育部主动追问下，才承认调查将延期1个月。
月。他表示，如果没有主动追问，就会被蒙在鼓里。质疑难道我不是接受调查的人，不用事先通知我吗？此外，叶丙成的高教业务状况频传，从医学系名额争议到台师大抽血案，叶丙成都请假由他人代打救火。就有升学辅导平台的执行长表示，教育部恐怕是想要拖延时间，让外界淡忘这件事情。但近日高教事件频传，实际上立场是力挺师生。台师大女足抽血案，台师大周二开系教评会，讨论台师大女足教练周台英惩处。你们一定要说出一个结果出来啦，拍谁啦？我知道啦，我知道，但是我真的不大适合说这个，好不好？不好意思，应该很快啦，因为教育部这边也要求我们2个月，快速2个月，2个礼拜就有答案。那我相信后续一定会有答案的。教育部命台师大教评会重审，认为构成教师法中终身解聘或解聘且4年内不予聘任。台师大系教评会如今做出决议，但却不公开，后续将提交院教评会和校教评会审议。另一头也传出台师大女足抽血案计划主持人陈忠庆这样的实验早就不是头一遭，如今抽血争议越烧越大，就盼真相尽快出炉。很明显，这件事情包括从台师大的校长，甚至共同的，包括相关的研究的这些教授，所有其实整个环节都有出了状况，出了问题。所以现在看起来，包括从教育部，包括从校方都要叫那个周台英教练一肩扛。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叫他扛，这也是一个危机处理的一个方式吗？大家回想一下啦，从去年年底11月、12月的时候，包括这些足球员，他们包括师大的学生找了包括民党的立委投诉，到现在整整经过了8、9个月啊。所以到现在查出来，包括你行政院长，包括前几天说他震怒啊，你过去几个月，过去7、8个月来，你们教育部、行政院都在睡觉吗？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无辜的当然是学生了，学生投诉无门，甚至他们召开记者会啊，行政院才开始在震怒，这个问题该检讨了很多啦，你不能说只有一个把所有问题推给教练来背锅而已。这个所以该要检讨了。另外一个，包括教育部次长叶丙成的案子，也是调查了两个月啊，到现在没有下文啊。所以你教育部到底在干嘛？都在睡觉吗？所以包括教育部长过去一整年来都在推动啊两岸相关的交流限缩啦，包括推动相关的法案，包括，所以我觉得说是不是在整个民党政府，包括第一个他们在搞大罢免。没有心在处理这些真正实务上的问题。第二个，教育部包括主导者，包括教育部长，整个包括在局限于包括意识形态推动两岸交流限缩之外，实质的事情都没有在处理嘛，所以贵州都出了问题了，我觉得这才真正该检讨了。来见。就我觉得周台英教练这件事情哦，就是我们整个体制出了很大的问题。像周台英这是女足国脚哈，真的是台湾之光。可是呢，他因为在教育体系里面，你要教书哈，然后你要拿博士论文，好，然后你这样是被迫要去从事一个其实真的不是你专长的那种抽血实验哈。然后呢，学校呢也是要靠这些的学者啊去拿国科会的很大的一个补助，学校也可以拿钱啊，学校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经费里面呢拿到，学校也可以分会教。所以说，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呢，真的最应该负起责任的就是这个陈忠庆教授啊。而且我觉得校方当时有个说辞说，啊，我们并不知道说这样子的，因为他是针对足球运动的啊，有这个教练，有周教练在。如果说知道有周教练在的话呢，不会批准这个实验。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他就是王牌呀！你在去审核这个计划的时候，你怎么会不知道有他在里面呢？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事后之词啊。然后足协呢，也可能是在外界的压力之下呢，所以呢，今天做出那个决定说，终身禁止周台英教练呢参与足球事务。我觉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球员，还有这个教练来说的话，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哈。但是呢，这就是周教练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牺牲品啊。当然，他在这个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之中，因为我们球队的文化就是如此，就是非常的那种威权式的哈。但是我真的觉得台湾是要好好的检讨了哈，就说类似像这种专业的哈这种技能型的，不管是奥运金牌的这些的国手。
我觉得你今天很难想象，你今天如果叫大谷翔平，好，然后为了要拿到博士论文、升等教授，他要去做这些的实验，这很奇怪嘛，哈。所以我觉得这些的东西是要改的啦，因为毕竟呢，像我们国科会主委哈，这个吴主委呢，哇，那种少棒的这个投手，好，然后又是学霸。台大电机系，然后公费留考 Santa Barbara 电机的硕士、博士，这种真的是凤毛麟角啦。那佳宇，我觉得这次台师大的事件，这个简其生这位同学有勇敢的站出来，我想全台湾人也都看到，台湾年轻人这么勇敢，而且他的论述各方面都让大家其实自惭形秽，尤其是台师大的这些师长们长期的包庇，从2017年到现在，长达将近7、8年的时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陋习，而且据国科会的相关人体实验的补助，台师大的人体实验的经费竟然占了国科会60%以上，到底这些体育系的学生长期是怎么样被这样子的压迫？我觉得这个对学术界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丑闻，而且应该彻底的检讨。可是这个问题难道只是现在才发现的吗？教育部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检举吗？这么多年来，教育部对这些事情是视而不见，还是后知后觉？我觉得教育部真的应该好好的去正视，不管是整个台师大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或是教育部整个对于学生的投诉，为什么都没有这样子的处理，导致学生必须要靠立委出来，然后把这些事情现在去引爆？我觉得从叶丙成的次长的事件，教育部在这个体系应该负的责任等等的这些，都显露出教育部真的是非常的麻木不仁。来，马委。刚刚高委员有提到重点了，这么多年以来，其实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到底它的根本在哪里？我想我们后续也会陆续追踪。不过我们现在要看这2个事件，它的结论到底是什么？我们希望好好的去检视。对。我想这些不管是切割，或者是说雷声大雨点小，只是为了要掩盖事实的真相。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国人必须要去担心的事情。如果每一件事情只要切割，只要有人下台，就不再追踪后续的问题的话，我想这样子的恶性循环会持续的发生下去。而且为什么教育部在对这个叶丙成那个调查，他要调查到这么久啊？他就是不愿意，他是要拖过就过了，他是要拖过。